第43章强横的萧炎。望着场中败得干脆利落的萧宁，台下在略微寂静之后迅速骚乱了起来，先前还未完全消散的震撼又是自心中缓缓地翻腾而起。萧家的年轻一辈都是目瞪口呆地望着那吐血软倒在地的萧宁，作为同辈人，他们自然非常清楚萧宁的战力，在萧家年轻一辈中，除了薰儿能够压制一筹之外，可以说是难有对手。然而现在却仅仅是在与萧炎的两个碰面之中便被打得落花流水，这种突如其来的变故简直让得所有人有些措手不及。台下望着那迅速落败的萧宁，萧玉一张俏丽的脸颊同样是布满着不可置信，微微张开的红润小口宣示着其内心的震惊。半晌后缓缓回过神来，萧玉修长白皙的玉颈泛上点点红润的颜色，轻声喃喃道：这小混蛋怎么变得这么强了？难道在苦修斗之气的时候，他还有空闲时间去修炼斗技吗？哼，萧炎小少爷不仅斗之气强横，而且连斗技也是掌握得如此炉火纯青，想必萧族长费了不少心吧。贵宾席上虽然早有心理准备，可亚飞依然是被萧炎的手段震了一震，略微沉默之后，诱人的美眸中闪烁着点点一芒，对着身旁的萧战嫣然微笑道：想要学习高深斗技，就必须有人亲自教导一些斗技的诀窍，看来亚飞是把萧战当成给萧炎开小灶的人了。闻言，萧战哑然苦笑着摇了摇头，别说他根本没教过萧炎斗技，就是他想教，也根本教不了萧炎先前所使用出来的那种奇异斗技。以他对家族中斗技的认识，似乎还从听说过有这种斗技。既然从未见过，那么便只有一个原因，萧炎所使用的斗技根本不是萧家所有。不是萧家的斗技，那言儿是从哪学到的？心头有些疑惑，萧战将目光对着家族的高层方向移了移，却是见到他们正将有些怪异的目光投射过来。望着他们的目光，萧战一愣，旋即愕然，原来他们也以为是自己给言儿开的小灶不成。无奈地撇了撇嘴，萧战也懒得解释，再次将目光投向场中的黑衫少年，心中喃喃道：这小家伙还真是有不少的秘密呢。场中望着软倒在地的萧宁，从震惊从回复过来的二长老无奈地摇了摇头，眼光复杂地看着萧炎。少年垂手而立，略微清秀稚嫩的小脸上只有着平静，并无一丝胜利之后的得意与骄狂。轻叹了一口气，二长老高高地举起干枯的手掌，刚欲大声喊出比试结束，其脸色却是猛然一变。远处软倒在地的萧宁忽然犹如一头匍匐的猎豹一般弹起了身子，原本淡淡的斗之气忽然在此刻骤然暴涨，脚掌在木板之上狠狠一踏，身形暴冲而出，踏脚处木屑四射。双眼有些森然地盯着那越来越近的萧炎，萧宁嘴角的血迹将那张脸庞渲染得有些狰狞。小混蛋，去死吧！萧宁，住手！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得二长老一愣，紧接一声暴喝。然而此时被怒火与嫉妒充斥着头脑的萧宁却是充耳不闻，趁着服下增气散的药力，咬牙切齿地对着萧炎攻击而去。场中的忽然变化也是惊起满场骚动，贵宾席上的萧战等人更是脸色猛变，他们能够清晰地感觉到此刻的萧宁已经具备了斗者的实力。他服用了增气散。见多识广的亚飞在望着实力忽然暴升的萧宁之后，俏脸微变，沉声道：混蛋！闻言，萧战脸色更是阴沉，一拳砸在面前的桌上，蜘蛛网般的裂缝顿时连绵而出。转过头，恶狠狠地盯着脸色同样有些变化的大长老：老东西，我儿子要出了什么事，你那孙子赔命都不够。现在的萧炎具备的潜力远非一个萧宁能够比喻，如果真的在比试中因为萧宁的违规而受了不可挽救的重伤，那即使萧宁的后台是大长老，家族也不可能轻易放过他。被萧战犹如饿狼一般瞪住，大长老干枯的脸皮也是微微抖动，嘴中略微有些苦涩。如果萧炎还是以前的萧炎，那重伤也就重伤了，可现在家族就算是把他这大长老放弃了，也不可能将这位将来有可能成为斗皇的小家伙放弃。场中二长老的喝声并未起到丝毫作用，
近在咫尺的距离，让得萧宁迅速扑身到了萧炎身旁，双拳中斗之气急速凝结，凝声大喝：“铁山拳！”实力的狂涨，让得此次的铁山拳竟然带来了一股强烈的压迫风压。风压吹起萧炎额前的发丝，露出一双清冷的黑色眸子。面对着萧宁的强猛一击，萧炎出乎意料的没有退后，右拳紧握，身形略微弯曲，犹如一头蓄势待发的怒狮一般，沉寂瞬间，身体犹如离弦的箭猛冲而出。望着竟然选择和此时的萧宁硬碰硬的萧炎，二长老不由气得跺了跺脚：“笨蛋！”八级崩！心头响起一声沉闷的低喝。萧炎的拳头在二长老那有些惊恐的目光中，狠狠地与萧宁对碰在了一起。砰！两只拳头在半空相遇，略微寂静。萧宁狰狞的脸色骤然惨白，血迹不断地从嘴角溢出，脸色淡漠，手臂猛地一抖，袖袍似乎都在此刻发出了噼里啪啦的声响，拳头往前一送，萧宁的身形犹如狂风中一片落叶一般，在无数道惊骇的目光中直接砸落出了高台。望着这一幕，台上的二长老眼瞳骤缩，忍不住地长长吸了一口凉气。不远处那黑山少年的背影似乎也在此刻变得神秘了起来。